而如今联储10月降息的概率已经飙到了100%，降息之后资金吃不到高息，就会流出美国的金融市场。那不回到欧洲，除了我们的 A 和 H， 就剩下本子家的市场了。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高市早苗的当选，我想可能就不如自媒体们的一致乐观的态度了。首先，高市当选，日股大涨，市场交易的预期是这位安倍女孩会原样的复刻安倍经济学，继续大宽松大放水。但是这一点要是从美国的需求上看，可就不一定了。对于美元加息降息更本质的理解是，美国可以决定美元在自己国家的资产里还是去别人的资产里。加息时让资本进入本国资产，刺激创新生产和增值；降息的时候进入别国的资产，抄底破坏埋雷坐等增值。那么现在就是美国决定美元应该进入别国优质资产的周期了，奈何这一轮加息没有成功打爆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核心资产的价格，连摇摇欲坠的阿根廷都通过咱家的货币互换协议撑住了，没有可以抄底的资产，那进入咱家的 A 和 H 就是帮我们进行资产价格的修复。欧洲的资产还不如美国呢，现在就剩下了日本了。那标准做法就是让本子家主动做低资产价格，也就是加息把资本收回到银行，然后把实物资产的价格降下来，让美元流入，夺舍日本的资产，这是最大程度保障美元信用的一个办法。上次降息，本子就配合抛售自家的 ETF 来给主人冲击。那么问题来了，未来美元进入降息周期，日本的右翼纯粹就是靠美国战后的不清算才苟延残喘到现在的。作为麻生太郎应付上墙的高市，有什么能力可以无视主资需求搞宽松呢？就是现在安倍回来了都不可能。而且所谓的对中美俄都敢叫板，不过是日本右翼为了凝聚更为极端的民粹选民想出来的一种竞选策略罢了。我之前讲日本军国主义余孽的一篇视频里给大家梳理过，其实日本右翼的政治清算没有完成，他们的正当性是存有极大的危机的。换句话说，有一天美国如果把他们的罪证往他们头上一扣，把二战战犯、反人类的战争罪的余孽的标签一贴，全世界的制裁大棒一亮出来，右翼立刻就会失去政治的土壤。右翼拿什么来反美呢？也靠某些人那种觉得全世界都在擦边讨好他们桃花癫一样的自信吗？到时候本子的选民其实跟欧洲现在那些为了巴勒斯坦在自家点火哭丧的乌合之众将会如出一辙。美国豢养的政治团体和舆论操弄一旦开动，所有的选民都是一样的乖顺配合集体无意识。所以高市的上台本身就是美国的一出阳谋，人厌狗嫌的盟友一句话就足以引发地缘动荡的疯子政客，就是美国玩的最溜的戏码。中东放一个以色列，东亚放一个脚盆鸡，三哥和飞猴子搞事儿，我们可以克制对待，但是要承认，脚盆鸡要是不要命的拿着军国主义的招魂幡来叫嚣，说实话连我都忍不住。因此在高市上台之后，我们要是想保持全力以赴的发展冲刺，不被分散精力还是相当有难度的。即使我自己深知那就是美日给我们准备的坑，我也觉得很难像应付三哥和飞猴子的那种方式举重若轻的应付。如何化解美日这出阳谋，将非常考验咱家的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当然我们不惹事儿，也绝对不怕事儿，我们也一定要对方明白拉我们下水的代价。有些国家会失去西太平洋，有些国家会失去自己的历史。所以现在回头再来看看，咱家从开始就不接茬石破茂和言无益的示好，不断的秀肌肉，从福建舰的弹射到歼35A 内舱的设计，全是细节满满的警告，是不是颇有先见之明啊？如今时局动荡，纵观寰宇，其实也就只有东方这一处繁荣安定之所在了。这份安稳里没有一点侥幸，全是步步为营、高瞻远瞩的布局和营造。有幸生于华夏，是我辈之福。今天是中秋佳节，我在这里祝各位家团圆，人安乐。这么长的看完啦，关注一下吧。